这款 Viture One AI 眼镜官方叫 XR 眼镜，虽然与目前市面上观影类 AI 眼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但是它却凭借着强大的配件生态以及从开箱到上手使用，它所带给用户细致入微的体验，外加它优秀的显示效果，再加上完成度极高的软件生态，将我一举拿下。我们从开箱开始，一起来感受一下。我收到的是一个巨大的箱子，从开箱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能感觉到厂家的用心。除了眼镜本体，我收到的配件有功能强大的颈环，连接 Switch 或者 Steam Deck 的某宝屋，以及配套的能放置某宝屋的掌机保护套，还有一个同时具备收纳与充电功能的颈环收纳包。除了这些配件之外，还有一些转接器、转接线、遮光罩等小型配件，每个都有独立包装，甚至还有一盒精美的贴纸与徽章等周边。开箱到这里，我已经被征服了。眼镜本体有附赠各式各样的鼻托，以及一个带有独立磁吸夹层的收纳包。眼镜与连接线是通过磁吸连接的，厂家甚至贴心的附赠了这个防止夹头发的硅胶套，套上之后确实不会出现夹头发的情况了。眼镜外观与常规眼镜接近，镜片是渐变设计，上方是蓝色，向下逐渐过渡，戴在头上还有一点时尚的意思。眼镜重80克左右，配合合适的鼻托，长时间佩戴舒适度还不错。我头比较大，镜腿位置有一定弹性，戴得太久会有一点点夹头。值得好评的是，眼镜发热位置不在额头处，而在镜腿处，戴在头上是感知不到的。当然，让我惊艳的不只是这些细节之处的设计，它的显示效果同样令我感动。它内置了单眼 1080p 分辨率、60赫兹刷新率 Micro LED 屏，官方宣称入眼亮度为500尼特 ，FOV 为43度，可以做到3米等效120寸大屏 ，PPD 达到了目前业界最高的55，清晰度不错。色彩与色准也都非常舒适，屏幕边缘与边角都很锐利清晰，整体非常通透。用来看大片或者3D 电影感受非常不错，用手机实拍的画面台可以感受一下。另外，用它来连接电脑办公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可以轻松看得清楚屏幕上的文字，屏幕边缘的信息也可以被看清。护眼方面，我也测试了一下屏幕频闪，在1/4000快门下观察，最高亮度下频闪状况还不错，但是随着亮度变低，频闪会逐渐增强，大家可以参考 iPhone 的频闪效果。但实话讲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技术，这款眼镜要比我以往用过的 AR 眼镜对眼睛更友好，入眼画面很舒适，长时间注视也没有觉得眼睛难受。当然，我也比较怕频闪，所以一直都是在最高亮度下使用的。除了显示效果，这块屏幕还有3个技术卖点：一是它自带0到500度的屈光度调节，在眼镜上方可以通过滚轮直接调节，非常方便。如果你的度数超过500度，并且伴有散光等问题，也可以再额外配镜，通过磁吸安装在眼镜本体上。二是它带有2档电致变色，一键即可以切换镜片透光率，方便又充满科技感。据官方说，他们才是行业首创。三是它支持3DoF 画面悬停，大家注意，其他竞品都是要搭配盒子等配件才能实现悬停功能。Viture 这款眼镜本身就具有一定算力，自身就可以实现3DoF 悬停，这一点还是领先行业的。但是悬停用久了，定位有时会出现一点偏差，并且快速晃动头部，画面也会有一定变形和模糊出现。不过各家悬停水平也都差不多，如果以后能达到 VR 眼镜级别的悬停效果，就更加具有实用性了。音质方面，这款眼镜是与 Harman 合作的，实际音质表现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另外，我也简单测试了一下漏音情况，在安静环境中调至人耳合适的音量，在正常射调距离下，大概是这样的效果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这款眼镜是支持直连 iPhone 15的，它可以通过自家 APP Spacewalker 观看 iPhone 拍摄的空间视频。我也借来了同事的15 Pro Max 试了一下，空间视频本质上就是 3D 视频，由这款 AI 眼镜来看，就是和看 3D 电影的效果是一样的。简单体验，感觉 Spacewalker 软件总体完成度很高，可以用 iPhone 当做飞鼠和触控板，操作起来比较方便。如果配合 XR 扩展配件，还可以解锁更多 XR 功能。我手头没有 iPhone， 这个就不给大家展示了。这款 AI 眼镜给到我的最好的体验来自于这个设计的相当合理的颈环配件。这个颈环类似于 X-Real 的 Beam 或是雷鸟的魔盒，相当于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电视盒子。把盒子设计成颈环，这个解决方案简直太棒了。大家要知道，眼镜这一类设备，尤其是挂耳朵上的 AR 眼镜，用户对于重量是十分敏感的，所以它没有办法集成太强的算力，也没有办法内置大容量电池。这个颈环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。这个不能说完美啊，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。一呢，颈环这种形态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无感佩戴。虽然它有着接近200克的重量，但是它的重量是压在我的斜方肌和
和胸大肌上的，不会让颈椎产生疲劳感。你可以解放双手，不需要时刻手持着它，或者找地方装着它。颈环包括眼镜都采用了亲肤材质，非常细腻，但是也非常吸油。最让人舒服的是这个连接线的处理，大家应该都有使用过充电宝的经历。一根线挂着设备，多少有点不方便，况且在连接眼镜时，一根线是直接拽到头上的，会更加不方便。而颈环上的连接线只有很短一根，连接眼镜后只有足够活动头部的长度，也只有脖子到头上有一根连接线，这就让一切变得清爽了起来。你无需再担心线材会到处乱挂，也无需担心线材把设备拽到地上等等场景的发生，绝对是盒子加眼镜或是外挂电池加眼镜这种搭配最佳的解决方案。要我说，苹果，你得学会抄作业，这不比你那个尿袋优雅多了。颈环的系统也是非常舒适且好用 ，UI 设计简洁美观，颈环按键的操作逻辑合理且易掌握，系统也非常流畅，并且还支持头动追踪，直接对标 Vision Pro 的眼动追踪。开个玩笑，这个头瞄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可以通过快捷键快速开启或是关闭，也可以快速回中，非常符合操作逻辑。另外，颈环端还可以实现效果更好的屏幕悬停，与眼镜端是相互独立的。续航方面，颈环内置了3280毫安时电池，实测在最高亮度60%左右音量下，播放2D 电影10分钟耗电6%左右，换算一下可以提供接近3个小时的观影。比较牛逼的是，官方竟然还为这个颈环设计了一个移动充电收纳包，我们可以将颈环折叠放入收纳包中，然后咔嗒一吸，颈环就开始补充电量了。这个设计我给满分，这样每次拿出颈环使用时都会是满电状态。收纳包电池容量为28瓦时，而颈环为12.6瓦时，应该可以为颈环续命2次左右。算上颈环自身的电量，3部电影应该不成问题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颈环这个位置是散热出风口，有一定热量，并且有轻微的风扇声音，不过都在可以接受的程度。颈环系统中自带的软件库比较全面，比较有亮点的要数这些串流软件，它竟然可以直接在软件库中下载 Moonlight， 还有 PS Xbox、Steam Link 等串流软件，这个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实测通过 Moonlight 串流 PC， 再通过蓝牙将手柄连接至颈环，游玩体验还可以，但是延迟是可以感知到的。边界版延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通过 2.4G 接收器的方式连接手柄，可以降低输入延迟，提升游玩体验。另外，我也试了一下通过网络串流 PS5 或是通过 Steam Link 流式传输，这是可以实现异地游玩家中 PS5 或是电脑主机的。听起来确实很美好，实际上特别考验两头的网络环境。如果网络环境差，延迟会比较感人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HDMI 转接头直接连接 PS5 等主机设备，直接输出大屏到眼镜中。如果你不想玩什么 PC 啊、PS 之类的主机，你想用大屏游玩 Switch 游戏，这个官方也替你想好了。我们可以放下颈环，请出魔宝屋配件，通过它直连 Switch， 然后将眼镜连接至魔宝屋，就可以直接输出游戏画面到眼镜中了。这款魔宝屋也是内置电池的，容量为1300毫安时，可以在输出视频画面的同时为 Switch 增加续航。如果你想连接 Steam Deck 或者其他 Windows 掌机，可以用眼镜直连，或者通过魔宝屋连接掌机再输出画面，这样做也可以增加掌机续航。官方还为 Switch 和 Steam Deck 推出了固定魔宝屋的配件，不过它们合体后重量可能会有些许惊人。另外，通过魔宝屋还可以实现2路视频输出。如果你恰好有2副眼镜，又恰好有陪你打游戏的朋友或是家人，就可以直接实现双人游戏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这个小配件转接颈环，实现双人观影，就是有点太奢侈了。Nice。总之，这个魔宝屋相当于充电宝加视频采集加分屏器，设计理念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除了上述配件，还有一些眼罩啊、转接头啊、充电转换器等其他实用配件，我就不一一展示了。Witcher One 能做的事情比较多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它的颈环加眼镜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购买这款眼镜是为了观影，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颈环。3月1日，也就是今晚8点，会有 Witcher 官方发布会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平台 Witcher 的官方账号。如果本期视频中的数据与发布会有所不同，请大家以官方发布会为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下视频再见。